我想啊，把眼光放大一点，不要光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因为那是个被专政的国家。共产党的宪法里写着呢，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译成英文就是 dictatorship， 就是大专制啊。那不是什么好词哦。那人类社会里除了部落社会啊，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只有两种，一个就是专制国家，一个叫民主。那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差不多，那么专制呢，要分成共产党专制和非共产党的威权制度。那么在非共产党的威权制度之下，可能也没有新闻自由，民众也没有阻挡自由，可能也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威权政府不会消灭私有制，不会把所有人工作机会全部由当局控制起来，也不会实行这个所谓的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彻底剥夺个人经济自由的制度。所以政治学家是会用一个概念叫做极权主义国家 totalitarian state， 用这个词来描述共产党制度。所以共产党制度是一种按照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解来看的话，它是一种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利，并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所以呢，这个共产党这种专制比非共产党的威权制度更加恐怖。那台湾人他是没有，大家都不需要也没有经历过共产党统治，但是呢，也因此可能对这种统治并没有体验，也不容易想象说那种共产党威统治的这种恐怖是什么样的。那共产党统治和民主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说，共产党的政权，它的领导人依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掌权，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党和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我刚才讲到思想哦，就是不是说你嘴上讲，那个领导人不满意，你心里想的，如果被领导人发现他也不满意的话，你照样要被抓起来。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要就业只能仰求共产党恩赐，因为所有的工商企业都被共产党公有化，由共产党的干部管控，用不用人，用几个人是政府根据计划经济的用工计划来分配的，企业自己没有办法决定。那么我说我做个小生意行不行？不行，个人做小生意要被抓的，因为禁止。那么是不是可以在城市里居住呢？你能不能在城市里买米，这也要政府批准的。那么文革期间的时候，因为经济恶化，中共就把大学关掉了。那么大学关了，中学生也就没有办法考大学了。那么当局就没有办法安排毕业生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务农。那么这些被迫务农的人，他的城市的户籍被取消以后，从此他就再也不能回到故乡那个城市就业了。那么在乡村务农的时候，除了生活艰苦以外，还完全面临一个个人完全没有出路的前景。因为做一个农民，你虽然可以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他们家里头父母家探亲，但是绝对不可能合法移居城市。只能在这些被赶到农村去的人，只能在农村毫无希望的生活下去。那时候啊，辛苦劳作一年，年终除了分到一点口粮以外，能得到的现金也就是几十块钱人民币，那刚刚够这些人回家过年，买火车票。所以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14、15岁就这样被赶到乡村去自谋生路。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共产党政权呢，通常是自称人民政府，但他的领导人深深的知道，自己统治下的民众并不喜欢自己，也不见得拥护这种党和政府。那么如果听任民众做选择，那么国内随时会出现反抗，那么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也可能因此丧命。那么这种反抗在大部分共产党国家都发生过。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在10月革命期间，俄罗斯的这个波罗的海舰队，沙皇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是同情和支持10月革命的。但是10月革命以后，他们开始不满，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基地叫克朗施塔特，是一个海军要塞，我还到那里去参观过。
在那里发生了这个水兵的几千个水兵的反抗红色政权的武装起义，然后列宁呢是苏共的头目列宁调动了数万陆军部队，然后残酷地处死了这些起义的水兵。那么这段历史现在的俄国的历史博物馆都有介绍。那么除了俄苏联曾经发生过军队的武装反叛，那是早期克格勃还没有建立全部的严密控制之前。那么东欧共产党政权陆续建立起来以后，在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先后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也都遭到了苏联驻军的镇压。那么1956年的时候，匈牙利发生过反共的暴动，当时毛泽东还曾经很得意的以为说他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共产党，结果1957年中国就出现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于是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就通过反右运动开始政治镇压。那共产党维护统治的手法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毛泽东经常讲的两个词，一个叫枪杆子，一个叫笔杆子。所谓的枪杆子，并不是每天用野战军的坦克大炮对准老百姓，而是用警察的手枪构成威胁。他特别是建立秘密警察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在全社会的所有机构安排监视和控制的人，实行对全体国民的全方位控制。那么当然了，如果这种秘密监控失灵，那么就会动用野战军作为对付平民，作为一种后备手段。1989年的6·4，北京发生的就是这一幕。那毛泽东讲的所谓笔杆子，其实是个比喻，真实含义就是说，要通过全面控制学校的教育内容和媒体刊登广播的内容，潜移默化的、持续不断的对全社会成员实施洗脑工程。这种软性控制同时配合着让人们，包括中小学生在内，要把他们的日常行为、言论、思想实行硬性的管制，就是迫使全体国人按照洗脑工程的要求思考、说话、写作，要完全杜绝任何反叛意识或者反叛思维。那么在这种制度下，唯一的自由资讯来源就是国外的电台广播。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收听国外电台被中共规定叫做收听敌台，属于现行反革命罪，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枪毙。那么我自己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一个人住在安徽的一个乡村里头，晚上没有事，也没有灯油来点，也没有电灯，那么看不了书，所以我就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偷偷收听国外的电台。那时候呢，最熟悉的电台就是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那还有就是在香港播音的美国之音。我的英文啊，就是那个时候从美国之音的英文教学节目里学会的。那么长期收听外国电台，就等于是从封闭的盒子里听到外面的资讯，人的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转变。但是呢，这种情形在中国人当中只是极少数。那么共产党这种制度化的严厉的全方位控制，它剥夺了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所谓的我刚才讲的共产党政权的全方位控制，指的就是这种国家机器运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日常社会活动等等，实施着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在这样的全方位控制下，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标准也要由政府来规定。我记得我在5岁以前，在上海住的时候，还在上幼儿园，那个时候有一个针对幼儿园小朋友的杂志，叫做《小朋友》。我记得有一期我印象很深，杂志上画的是一个穿着围兜兜的小朋友，老师在教他们回家去悄悄听你爸爸妈妈说什么，回来报告给老师，要把爸爸妈妈当反革命来监控。5岁小朋友哦，老师就在教他们怎么监控父母了。这就是大陆小孩所受的训练。那么台湾可能没有人看过这个北韩的民众见到他们的这个领袖，他们叫做慈父领袖，
一个个会激动的痛哭流涕，好像见到神仙下凡一样。那是什么状态？那是所谓共产党政权的这个全方位控制造成的，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被绑架者对绑架者的精神依赖和效忠表示。那有人会说，中国改革了，不是已经变好了吗？不对啊，中共只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因为它的全盘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了，快要拖垮共产党政权了。所以他只好恢复中华民国当年在大陆的企业私有和经济市场化，但是中共丝毫没有放松对民众的全面监控哦。这个世纪初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开通，中共当时还没来得及研发出封锁互联网的技术，那段时间还曾经出现过很短暂的在大陆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有民众可以匿名在互联网网站上阅读国外的资讯。但很快，随着中共的这个软件研发出来以后，要在互联网上自由通信、自由发表言论，这个自由很快就被中共剥夺了。现在你要是在大陆都用的微信，在中国聊天，你讲上几句政治上敏感的话，马上你的微信账号就会被封闭，甚至警察很快上门来威胁，要敲掉你的饭碗。那么中共说啊，他的制度永远是最好的。那就像北韩的民众被共产党教育说，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就是北韩。但是中共很清楚，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国人，也不能信任任何官员，因为这些人其实心里可能都有反叛的想法。我们看到大批中共官员捞到大笔钱以后啊，就纷纷办理外国居留权，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反叛。所以中共是一面不断加强政治高压，一面不断加强洗脑。这个百年党庆就是洗脑活动的一环。那么党庆活动当中的严防死守啊，它既是政治高压的展示，也是对民众不放心的表现。这个如果要说要驳斥中共，他讲他的制度好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问一下说，那你能不能开放互联网啊？能不能允许各国记者自由采访中国的情况啊？允不允许民众自由结社、示威游行啊？那如果你都不许，你怕什么啊？那共产党一定会回答说，这些管控啊，都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这个话大家会相信吗？中国人反正不相信。我看到不久前6月18号，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进行叫做重温入中共的入党誓言。那么习近平举起拳头念一句，然后从李克强这个总理到王岐山一群高层的成员跟着习近平重复一句，一个个表情都很凝重。那么他们念什么呢？大家都在念永不叛党，永不叛党。你的制度好到了连最高层都要宣誓永不叛党，那这个制度还真有人真心喜欢吗？不过呀，在政治高压下，和台湾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会讲他们满意、蛮喜欢共产党，但是你能相信这话？在中共之下，必须懂得一点，几乎每个人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会做两面人，就是所谓两面人是说，在公开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才能讲真话。所谓的 private lies, 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这个情况，以前在纳粹德国也是一样。那么李克强、王岐山这样的人地位够高了，他也属于这种状态的。不过呢，王岐山、李克强这样的人，他能讲真话的私人场合，实在是少之又少。他甚至连家人、好友之间只能讲假话，否则就可能有麻烦。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我就大略的介绍一下。